这期视频聊一聊如何在年轻的时候为美好的晚年打下坚实的基础。历史给人的启示大多朴素，身体会慢下来，但心智可以越来越清明。财富能带来选择，但带不来意义。制度比激情可靠，习惯比口号长久。把这三句话放在一起，就能看见一条稳妥的人生路径。如果前半生走对了，后半生往往更安静、更自在。罗马的西塞罗在《论老年》中说过，体力的退却不可避免，但只要理性、节制和责任在心里扎了根，晚年不会是青春的残影，而是心智的收成。他反复强调两件事：终身学习和公民义务，前者让人不至于被情绪牵着走，后者让能力有去处，不至于只围着自我打转。千百年后，本杰明·富兰克林用一生做了注脚，先靠节俭、自律、手艺和判断实现独立，再把时间与余力投向公共事务，把个人好运变成公共改进。两人的共同点很清楚，就是把日子过好与把事做好捆在一起。所谓把事做好，不在高调，而在耐心。在学习上拒绝单一视角，多读历史、科学、哲学等重要学科，哪怕每天只推进一点点。单一学科容易把世界看成一个钉子，多学科的工具箱更能在复杂处少走弯路。判断一段学习是否有效，也不看背了多少名言，而看明天的决定是否更稳、更清晰。关于财富，历史反复提醒同一个误区：越靠近终点，越迷恋累积数字，是一种糟糕的时间使用方式。钱最好的用途是三件事：一是作为安全区域，让意外不至于摧毁多年努力；二是买回自由，让自己仍有选择；三是留下制度，比如奖学金、书院、医院、公共藏书，让影响力活过个体寿命。富兰克林如此，后来许多耐心的建设者也如此，把资源变成制度。晚年常见的另一个误区是抱怨，抱怨变老，抱怨不公，抱怨时代。抱怨很容易，但抱怨是最低效的支出，只换来更坏的心情。更有效的做法是把注意力转回可控之处。今天还能学什么？能帮谁一把？哪件小事可以做得更好？有些欲望会随着年纪自然退潮，这是好消息，它让人更能把精力用在耐心的工作和稳定的关系上。真正的宁静来自小而确定的改进，而不是一时的激情。尊重与边界也很重要，社会该尊重长者的经验，长者也要明白应有的分寸，该坚持的原则不退让，该放手的权利要体面的交棒。历史也诚实地告诉我们，过度贫穷会让晚年艰难，但只要正直勤勉，即使结局不耀眼，也应得到体面与尊敬。反过来，富而无德，折磨往往以千奇百怪的方式回来。是否该退休，从来不是非黑即白。有人愿意留在熟悉的领域做导师，有人投身教育、公益或社区治理。关键不在头衔，而在持续产出对他人有用的秩序与经验。把退理解成换挡更好，转速降一些，车继续稳稳地走。这也是西塞罗推崇的公民精神，在当代的日常版本。如果要给好晚年下一个更具体的框架，可以用一句朴素的话总结：晚年的最好保障是此前被认真度过的生活。认真指的是把时间投在有用的知识上，把力气用在正经的事业上，把举止保持体面，把账本与良心打理干净。等到身体开始走下坡，心里还有上坡；等到世界更嘈杂，可是判断仍然清楚。历史喜欢给出简明的处方，而这副处方的有效期往往能远远长过我们的寿命。把话说回眼前，想要这样的晚年，不必追求轰动的改变。从今天起，留出固定的阅读时间，把多余的野心换成多一点耐心，把钱的用途从更大改成更稳、更善，把经验理清楚，把手艺教会年轻人，把能制度化的好事制度化。若能这样走几年，速度也许不快，但方向会越来越准。到那时，年龄不再是悬在头顶的阴影，而是照在脚边的灯，照亮的不是如何更久的年轻，而是如何更成熟的自由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观看。